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远程开户的美国银行账户。这个银行账户我已经使用了有半年的时间了，非常的好用，所以今天就介绍给大家。这个账户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可以在网上自己远程申请，可以开支票账户，利率是 0.25%， 也可以开储蓄账户，利率是 3.1%， 还可以开 CD 存款账户，利率是 5.4%。 另外让我感觉到惊喜的是，我们还可以自己在网银开多个账户，不用跑网点申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个身份申请多个支票账户。支票账户官方没有明确说可以开多少个，储蓄账户的话，官方明确的说可以开19个补充储蓄账户，加上原始储蓄账户，一共可以开20个储蓄账户。CD 存款账户也是没有限制开户数量的。其次，这个银行开户成功之后，网银还有手机银行非常的好用，收款、转账、电汇、支付账单都可以在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操作。最后的话，这个账户也有借记卡，可以在 ATM 取现。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向大家去演示一下这个银行账户如何去开户以及如何去使用。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就是 Alan。首先 Alan 并不是一家银行，它是美国的一家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话，它提供的服务和银行类似，但是它和银行的性质是不同的。银行它是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企业，而信用合作社的话，它是一家由成员拥有和经营的非盈利性的机构。它和银行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非盈利性的，只为特定区域或者特定企业公司的雇员提供服务。但是它和银行相似的地方是，它也会提供支票账户、储蓄账户，也会发放信用卡，也会发放贷款。在美国的一个消费者调查中，信用合作社的消费者满意度其实要高于银行的。因为银行作为盈利机构，它会有很多收费的项目，还可能推出一些看似赚钱但实际上不一定能赚钱的金融产品。而信用合作社没有这些盈利和股东的压力，往往能够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比如说Alan它提供了非常有竞争力的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存款利率非常高，收费的项目也比银行要少。有的小伙伴会问，Alan它作为一个信用合作社，听起来还是比较 low 的，那么我把钱存在里面会不会有风险？在美国，银行有 FDIC 的存款保险，保证25万美元的存款安全。同样的，信用合作社也有自己的存款保险 NCUA， 同样是25万美元。所以说单个账户存款在25万美元以内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不用担心倒闭，导致存款无法取回的。我们可以一起到 Alan 的官网来了解一下。首先在官网这里全部都是英文的，大家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们在首页这里可以看到，银行这一块的话是提供储蓄账户、支票账户、信用卡还有 CD 存款账户。我们分别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支票账户现在是 0.25% 的利率。像 BOE 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的话，它的存款只有 0.01% 的利率，基本上算是没有的。然后储蓄账户的话，这里是 3.1% 的利率。再接下来 CD 存款账户的话是 5.45% 的一个利率，这个利率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高了，而且它是定期存款，是没有风险的一个利率。在官网这里我们可以很醒目的看到，目前它正在宣传的是12个月利率 5.45% 的一个定期存款，这个利率非常的高。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首先的话就是存款利率比较高，其次信用卡的话每笔消费有 2.5% 的返现，另外就是 ATM 免20美元的手续费。现在的话开户有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如果说我们开了它的储蓄账户，然后每个月存100美元进去，连续存12个月之后，然后账户里面的余额会有1200美元，我们就可以获得100美元的一个开户奖励。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个活动，门槛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回到首页这里，然后继续往下看。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Alan的支票账户是没有账户管理费的，也没有最低的存款要求。另外其他费用的话，大家可以去点击这里的费用表，然后去了解一下。如果说大家决定要开户的话，就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成为会员。接下来就向大家去演示如何去申请Alan支票账户。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开户的资料，需要的资料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备齐我之前视频向大家介绍的美国数字移民4件套就可以了。美国数字移民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为了方便一些暂时无法出国，但是有要想体验享受美国金融服务的小伙伴。要想成为美国的数字移民，一共需要4个步骤。首先我们要购买一张美国的实体手机卡，在这里推荐月租3美元的备购手机卡。第二是我们需要一个美国的私人地址，主要是用来接收信用卡或者银行卡或者账单的实体卡片。第三，我们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美国的个人税号，也就是 ITN， 只有了 ITN 才可以在线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最后我们就是要有一个美国的独立 IP 来帮我们模拟到美国的环境，来网上申请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美国数字移民我之前有做过一个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来详细的了解，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我们回到这里继续申请，我们点击成为会员，然后跳转到开户的界面，这里一共有3个账户供我们选择，分别是支票账户、储蓄账户和 CD 存款账户。最开始一般是先开支票账户，支票账户申请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网银后台直接开设新账户，不用再重复填写这些资料了。在这个页面的话，输一下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叫张三，我就输3张，然后输一下电子邮箱，输一下美国的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的话，推荐大家用实体的美国手机卡，比如说配购手机卡就是最推荐的。如果说没有实体手机卡的话，想省这个钱的话，大家可以直接用 Google Voice 来申请，也是可以的，验证码也是可以正常收到。接下来的话，点击继续，输一下邮箱收到的验证码。在这个地方的话，输一下自己的美国地址，因为它是一家美国的信用合作社，它只对居住在美国的提供服务，所以说一个美国的私人地址是必须的。关于如何申请美国的私人地址，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之前做的这个视频教程。参考我的教程，可以申请到一个美国的私人地址，用来申请银行账户、申请注册美国的公司都是完全可以的。另外有小伙伴问，那我能不能用我美国朋友的地址来开户呢？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说如果说你在银行存钱有利息，或者说有其他收入产生的话，银行会给你发税表，这个时候税表上的地址是你朋友家的地址。所以一定要和你朋友去确认好这一点如果你朋友觉得没问题的话，那也可以用你朋友的地址来申请。接下来在这边输下美国的私人地址，接下来点击继续，在这里的话去输下自己的基本信息。首先输入社会安全号码 SSN， 大家可以直接输入 ITN 号码就可以了。ITN 就是美国的个人税号，虽然说这里要求是美国的社会安全号，但是社会安全号 SSN 的要求比较高，只有在美国生活或者工作了之后才能够有 SSN。我们作为不在美国的人，可以通过我之前的教程去申请一个美国的个人税号 ITN， 然后用 ITN 可以代替 SSN 去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ITN 对我们的税务身份不会有任何影响，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申请。好，接下来的话很简单，去输一下自己的生日、资金来源、职业。下面的话要输入妈妈的中间名，我们直接去输一下自己母亲的姓氏就可以了。后面的话如果要联系客服的话，这个会作为一个安全问题，用来验证我们的身份。输入完成之后点击继续。好，这里去输下会员的一些信息，我们直接选择最后一个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呢？因为信用合作社它只服务于美国的特定成员或者特定地区的人，像前面的选项都是一些公司、社会组织他们的成员，选择上面的就可以了。我们的话什么都没有，就选择最后一个加入Align基金会。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支付5美元，这个5美元会一直冻结在我们的账户里不能使用。当我们要关闭账户的时候，这个5美元就会解冻，然后退还给我们。好，我们直接选择最后一个，然后点击继续。接下来的话需要关联我们的银行账户来扣除这个5美元。关联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通过银行登录，也就是通过 Plaid 输入我们的银行账户的信息，然后进行关联。第二种是手动输入我们的美国银行账户的 ABA 号码和账户号码进行关联。有的小伙伴会说，我现在没有美国的其他银行账户，那我怎么去扣这个5美元呢？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有美国的券商账户就可以了。比如说我有嘉信理财，或者说我有盈透证券的一个券商账户，这2家券商账户都会为我们免费提供一个美国的支票账户。
这个支票账户就是为了给我们入金，也就是给账户存钱使用的。虽然说官方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经过我的实际测试，这个支票账户是可以用来还美国的信用卡，或者说我们拿来用作这个用途给阿兰账户入金，都是完全可以的。我自己在开户的时候就是用的是富达基金的一个账户来完成这个存款的。好，接下来就是输入账户去存款，因为我上面都是随便填写的信息，所以说没有办法去验证去存款，这个存款只能是本人账户，这点大家需要特别注意我这边就直接退出。当我们$5存进去之后，其实申请的流程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接下来就等待银行的审核就可以了。一般在1到3个工作日左右的时间，我们就会收到银行的邮件。这个邮件要么是通知我们审核通过了，要么是需要我们去补充一些资料。因为我们是用 ITN 去申请的，所以大概率会收到邮件让我们去补充资料。补充的资料一般是2个，一个是身份证明文件，另外一个就是地址证明文件。身份证明文件的话，我们直接去上传自己的护照就可以了。地址证明文件的话，我们可以去上传自己的 ITN 确认信就可以了。因为 ITN 确认信上面有一个是我们的 ITN 号码，这个号码我们开户的时候去申请的时候会填写，这一点的话肯定是要核实的。另外的话就是要核实我们的地址，因为一般 ITN 确认信上面都会有我们的美国地址， ITN 的美国地址和我们开户时候填写的美国地址是一样的话，银行那边就能够确认到我们的身份。我自己在补充了这些文件，大概1个工作日的时间就收到了邮件通知我开户成功了。以上就是申请的一个流程，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填写一些个人资料就可以了。申请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提前准备好美国的数字移民4件套，有美国的手机号码，有美国的私人地址，还有美国的税号，这3个的话都是我们在开户的时候需要填写的。另外的话还有美国的独立 IP，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检测到我们人在美国申请，可以提高我们申请的成功率。好，我们的收到账户开户申请成功的邮件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官网来去注册网银了。我们直接来到官网，然后点击安全登录，在安全登录这里我们去选择下面的没有账户，现在去注册。然后在这个页面的话，去填一下自己的基本信息，主要就是名字、生日还有 ITN 号码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是可以看到是支持 SSN 或者 ITN 的。输入这些信息之后，点击下一步的话，接下来银行就会验证这些信息，然后就让我们去设置用户名和密码。设置完成之后的话，网银就注册好了，接下来就可以去登录就可以了。我现在的话就登录一下自己的网银，向大家去演示一下网银的一些基本的功能。Align 的话，网银它的设计非常的现代和简洁，我个人觉得也非常的好用，它的用户体验不输于 BOA 或者花旗这些大银行的网银。登录网银后台之后，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一共申请了他们家的3个账户。首先第一个就是支票账户，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它的存款利息是 0.25%。第二个的话是储蓄账户，储蓄账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存款利率是 3.1%。第3个的话，我是开了一个补充的储蓄账户，它的利率的话也是 3.1%。我们最多可以开19个补充储蓄账户，可以用作不同的用途。比如说我要买车，我要买房，我要去旅行，我要为孩子去存教育基金，我们都可以去开设不同的储蓄账户。它的话利率也是统一的，目前是 3.1%， 这个利率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去开定期的 CD 账户，因为我大部分的资产都是在股票里面的，我觉得那个收益会比存 CD 更加的诱人。但如果说你的风险偏好比较稳健的话，那么完全是可以去开 CD 账户，去拿一个 5% 的固定收益，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点击左边每个账户，在右边就可以看到账户的一些详情，主要是流水、余额、获得的利息这些。另外的话，管理卡片我们也可以去订购新的借记卡片。我是没有去订购借记卡的，因为这个账户的话，我主要是用来拿它比较高的一个现金存款的利息，没有在 ATM 取款或者说刷卡消费的需求，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订购他们的卡。有需求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在网银上面去订购就可以了，也是完全免费的。但是这个卡的话是只能发到美国地址，美国地址收到了之后可以转运回中国或者其他地方都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查看自己的美国信用记录，点开的话是可以看到目前自己的一个美国信用分数的，
它目前拉的是 TransUnion 的分数，在这里可以看到分数的变化情况，影响分数的因素，可以作为自己有申请美国信用卡的一个记录。但是如果说我没有美国信用记录的话，这里肯定是什么都没有的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很多张美国的信用卡了，所以说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信用记录的情况。好，接下来的话，回到网银，我们点击第二个转账的功能。转账功能的话，首先我们可以在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之间来回的转，另外的话，我们可以转给其他的银行。这些转账的话，全部都是通过 ACH 的一个方式。ACH 的话，转账是完全免费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添加其他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在这里添加外部账户，使用 Bladder 的方式去链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其他的话就是添加外部账户，还有定期转账这些功能，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最后就是电汇转账的功能。Align 的电汇转账是需要去下载填写转账表格，然后提交给客服去进行转账的。电汇转账的话，它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国内电汇费用每笔是25美元，国外电汇费用每笔是50美元。电汇的话，在美国人之间一般是很少用的，而且电汇的诈骗比较多，因为电汇一旦发出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撤销的，所以说它的风险也比较高。银行的话对这一块会进行单独的审核。支付账单这一块我们暂时用不到，我就不介绍了。最后是开设新账户。开设新账户的话，我们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另外再开设支票账户、储蓄账户，还有 CD 存款账户。只要说我们前面顺利的开通了支票账户，注册了网银，然后就可以很方便的在网银这里去额外开设账户。而且额外开设账户的话，是不需要再进行一些身份的审核，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尝试的。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开设信用卡。信用卡的话，如果大家要开的话，推荐第一个，因为它有 2.5% 的一个返现，这个返现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自己的话也尝试申请过，但是没有通过，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我们只需要去选择信用卡，在这边去提交，核实一下个人的信息，提交就可以了。一般的话，审核是可以实时知道结果的。我这边是提交完成之后，马上就被拒绝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下。以上就是向大家介绍的 Align 账户的开通使用，希望能够帮到大家。总结一下，我觉得 Align 的话是目前我使用的美国银行账户中用户体验非常好的一家。目前的话，我主要是用它来做现金活期存款，存一些现金作为应急。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获取一个高额的美元存款利息， Align 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 Align 的话它是可以多开账户的，特别方便我们进行资金的分类管理。如果说大家想要开设 Align 账户，但是缺少资料的话，比如说没有美国手机卡，或者没有美国的税号，没有美国的私人地址，大家都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代办链接，或者直接私信我我这边可以协助大家获取这些资料。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